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时尚先锋耀目登场，华为 Free Clip 2+耳机，闪耀你的每一个 C 位时刻。本节目由超保护舒服到一世再也回不去的护舒宝赞助播出。一抹闪耀，报顺恋爱。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护发精油赞助播出。来到小屋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对你有好感。我会觉得他好勇敢。我真的由衷的希望你快乐幸福就好。最心动就是没有道理的。我未来会很难再遇到这样热忱的人了，而你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遗憾。希望接下来的旅程，你可以放下这些包袱，好好享受当下。至于未来会怎么样，就交给未来吧。我会全力以赴向你奔跑。怎么是这种情况？不过他可能生病比较严重，还是挺担心他的身体的。这不就来到现实生活了吗？是的。如果要去院的话，在那边叫我的。好细心啊！近看到2天的瞬间，感觉到他的无语，然后他的无奈。他在逃避还是他在干嘛？我不知道。是我给你多大压力了吗？是我做错什么了吗？快上 SOAPP， 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耶，开看！感觉得到他有可能会看不懂我在干嘛，我心里面不断在想，说我该怎么样跟他去表达这几天一直在想的事情，想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要给自己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个门去找他。你要口吗？那我去哪？好，在哪？浴室还是哪里？这边买。来吧，坐这儿吧。请坐。那我坐这儿喽。你今天还好吗？还蛮好。下午跟张哥、霞霞还有妍妍去喝了下午茶，很开心。反正我想要把我这几天，还有我进小屋以来的一些整个心路历程，然后我现在梳理好的想法去尽快的告诉你。所以不好意思这么晚。没事。因为我从第一天从蒙眼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对，我就是一直用着这个衡量，就是说我最欣赏谁，我最想认识谁，去不断的示意。然后最让我混乱跟觉得可怕的事情是我们的同频
在每一次瞬间里面，还有后续的沟通里面，我发现我们很多方面是非常的相似，这让我就有点混乱在脑袋里面。为什么会混乱？你觉得可怕是怕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感受还是一个混乱的状态之下，在这么加速的环境，我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没太懂，你到底要说什么？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觉得心意这件事情会有那么复杂吗？我觉得很混沌。我特别想要表达的是，我觉得从第一天到我现在每一次的交谈、每一次的约会、每一次的相处，我都觉得你真的很优秀。我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渐渐的离开小屋后，回到现实生活，好好去消化在这边发生所有的事件。我的理解是，我今天还在跟张哥他们聊天，我说，我觉得这次大家都是非常慢热的人，可能21天对于大家来说根本都不够。我觉得。你说我可以看懂你，但其实我没有完全看懂你哦。我形容永豪是太阳，而你是月亮。其实太阳很易懂，就是我能看得懂太阳。我对你很好奇，对你很感兴趣，就是我说这个人对我来说像个月亮，他总是在变化。我没听什么人说过我要去探索太阳。但是月亮是很神秘的嘛，文学作品里面引人深思的都是这个月亮。可是我觉得没什么人是完全能看懂。对啊，就算说永豪是太阳，确实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他。对，他的意图是更明显。对，可是他也不断的在改变。你的认知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有改变。就你只要明确的告诉我，你到底思考了什么？你觉得不 OK？ 这到底是什么呢？跟你比较起来，我不知道，我看到你觉得你的性格跟我像，可是你是如此厉害，然后如此有才华的。
最后一刻赶到了。我刚刚下班就赶过来了，幸好最后赶得到。我确实没有给他一个非常这个差距。我知道我让他陷入了混沌，就是我觉得说，不管我用理性的选择或者感性的选择，都会伤害到他。理性会伤害到他真实的情感，感性的话就是短时间可能开心，可是长时间感觉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我挣扎了很久，我就决定说，在我确定我自己的感受之前，还是先给我们一个冷静期的时间。然后我自己内心有明确的答案的时候，我再可以去找他，去讲，去详细的说。我天哪！我先说我一个感受，我觉得小胡这段时间的聊天，每次跟梁田聊，就他只是一直在说我要梳理自己，就像老师说的，没找到那个核，所以他不能把真正的原因告诉梁田，所以他只能摊一个结果。对，我知道可能这个行为就是大家会不能接受嘛，因为代入，但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应该还是很多像这种状态的人会出现的。我觉得要给他们方法，要给他们一些东西。因为我想象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啊？你很优秀。如果说对方真的非常非常优秀，然后你自己不够足够的自信，那么可能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啊，他是那么的闪闪发光，而我是这么的卑微，我配不上你，我不配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不爱自己，他没有这个爱的能力，所以他无法去给到别人，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我发现其实我跟他某个阶段的处境是一样的，但就看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也有点这样，我总觉得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他的优秀是加分项的，就是喜欢是生理性的喜欢。你看到一个人，你就觉得我好喜欢他，接下来才会发现他的优秀，而不是说我因为欣赏你开始喜欢你。就刚开始我跟我夫人接触的时候，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小提琴家，她去过国外演出，而且国内一线的音综全有她的身影。然后我也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好像只是一个小制作人，或者有你的舞台我都去不了，我想在那个舞台上遇见你。但是我想的是，不是说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真的是得找一个出口去促成这样我们两个的相遇。
你后来是怎么调整那个心态的？我调整那个心态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不爱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痛苦的。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点愧疚，我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伴侣，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那个自卑里面给予了很多，就是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不可能碰到所有的人就很无私的去为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小胡这是今后他自己的课题，我其实是能懂他的这个心情的。那其实我觉得田儿姐已经是非常好的引导型恋人了，不管从各方面来说，从她的原生家庭切入，或者是从年龄角度切入，我觉得其实她是需要去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的。一个作为28岁的成年男性，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责任感的，不管自己的所作所言所行都是需要有后续的，喜欢也是需要去买单的，拒绝也是需要去买单的。包括刚才他俩谈话的时候，梁田很清楚，梁田都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爱上和爱下去是2个阶段，你得思考我为什么不能爱下去呢？是的，你得做这个反向的一个自我分析啊。一个成熟的自我，他才有可能去爱别人，才能够处理好亲密关系。他的问题在于他的自我还是不成熟的，所以我感觉他这种性格其实非常适合来小屋。对，其实就是来这个节目就是一步了。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更不可能有第三方去推动他。对对对，别人来小屋都是找爱情的，小胡需要找自己。从女生的角度，为什么会觉得我太累了？为什么梁田会哭？我带入的感觉是，这个男生曾经是这么勇敢的向我奔跑过来的人，当我接触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倒在了他自己习惯的安全区里。但是你只要有改变这个糟糕窘境的意愿或者能力，我们一起修炼这个能力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你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批评小胡，或者是对他的作为，我们有情绪或者有看法，不是最终的目的，是真的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们大家讨论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回到真实生活当中，我们有能力处理那个状态下的自己吗？对对对，我们也邀请咱们的观众一起讨论，对，该怎么突破这样人生当中的这个舒适区，然后去做这道难题，总要面对它。阿爸兄，好啊，你要进来坐吗？哦，可以啊，你不介意我进来？你可以把沙发里面的东西扫到我床上。昨日我是月亮。昨日我是月亮，就是梁田形容他的那个吗？啊，这是一本诗吗？对，可以拿去看。哦，它里面有几个小诗，我觉得蛮不错的。哦，看看。上次走秀的时候送的一本书。哦，看，亲爱的女人，你不仅是个she或者her，让你的名字听上去像世俗之外极骇人美丽的某种存在。哇哦，昨日我是月亮。你确定你想好了是吗？你是想好了？就他脑子很乱，他是那种想10000句可能只说2句的人。我昨天晚上其实挺懵的。他是不是有压力，或者是想太多，然后有点就是畏缩了？他在
逃。就觉得他很帅气，他很帅气。对，因为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只要给一个明确的答案。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反而开始在安慰我，就觉得这不对，这不对，原来是你安慰我，原来整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最后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我里面剩下的时间尽快交还给他。哦，我懂你意思。所以我说你有巨大的愧疚感，就感觉有其中一部分就觉得会担心耽误他的时间。那你讲完之后，你现在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吗？你要走啦？对，打球。打篮球。哦，那我们去吧。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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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吃的吗？买回来我们。要想吃我直接买外卖回来吧。好啊，好呀，你们定吧。这个地方有点小问题，大家刚才昨天那个吗？呀，窝窝吧，还咳嗽呢。你是不是还在烧啊？温度计带了吗？没带，医院应该会有吧？是不是得现在先挂一个号呀？挂啥科？挂外科？挂什么科？挂内科呀。啊？你认真的吗？这应该是外科吧？不知道，我现在脑袋每天都不知所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喂，师傅。啊，到了是吧？啊，好的，好的，好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好。这是洛哥借我的羽绒服，说我穿的太少。哦，好冷。你把帽子套好。没洗头发，不好意思戴人家帽子。没事，我再给他洗一下。今天特别冷。发烧几天了？2天了吧，9天开始。
就最近甲流比较多，抽个血常规，然后测一下新冠甲乙流的核酸，就大概2到3个小时出报告，报告出来再回诊。好的，可以。要勇敢。你先坐下，你饿不？有一点。想喝个粥还是想吃个鸡汤面？其实我也在想这个。行，那就是这个吧。走。哎，没磕着吧？没有。没事没事，你现在需要一个导盲犬。那就他自己导盲犬，有点笨拙。小心台阶儿。哦，好冷，好冷，好冷。一会儿我给你贴2个暖宝宝，好吧？嗯。好。高丽脆皮乳鸽，这个你不许今天吃，我不吃。下次我再给你打包带回去。不吃。喝个粥吧，好不好？都可以。我现在真的很冷。哦，暖宝宝可以给我一个，没有想到在房间里还这么冷。我先给你贴在后背上吧，然后正面你贴，你需要贴后背的我给你贴。这个好像不太好用，再撕一个。但是也不能隔开衣服太远。就是你看，你要不然贴在……你应该有穿衣服啊？对，有穿。好的。要不贴在这个什么这个位置是吧？对对对。哦。让我给你多贴几个，好吧？不用，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就行。没事，我再给你往后。贴的在贴位上，穿起。我去帮你倒杯热水。这也太细心了。对。你好，帮我倒2杯吧。这个是你杯。是不是这个房间本来就不太暖？对呀。哦，谢谢。哇，小伙子，你想的真周到。你看起来不是像一个就是这么面面俱到的人。又低估我。看起来不像。你头上给你揉一下会好一点。就他总是突然弹我一下。没事，我今天没洗头发，不用揉。我今天真想强撑着起来洗个头发。没事，你坚持几天。你现在洗澡容易恶化。对，所以你不要在意这些，好不好？反正你在我这是有滤镜的，然后你就有滤镜的。但是别人没有滤镜。每个人大家这里都有滤镜。这边。哎呀，终于上车。哎呀，冻透了。哦，不用，你在车上待着去，我去给你拿报告。那如果他要是阴阳，你怎么弄？我再先喊你，好不好？好吧。我真的需要暖和一会儿。你在车上待着吧，把我放下去就好。然后他到时候先生在这儿。好，赶快关门。赶快关门，他封禁了。
你的跟我分的小朋友。怎么了，光？这小朋友。昵称啊，好像对喜欢的人就很容易把他当成小朋友。是的。你的蹦过分放在哪里了？昨天晚上给你拿的蹦过分。在那里。你可以开窗，但你往里面坐一点，好不好？哦，我真的好难受。就这样，这里再加一点点嘛，这里再加点白的，这里加白的，上去换身衣服，洗个着着。听到骆老师的声音了。哎呦，嗨，你们回来啦！哎呦，大家人手都学会了一些技术。哇，来3个，这么好，陈哥帮你画一个。画这么好，哎呦，行啊，哥，谢谢哥，把我画这么好，谢谢你，真的画。哎呀，要画成一个风景了。啊？你画风景啊，也是小屋。对啊，我在画小屋，现在画这个树影，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画。你准备画一套了？画一套啊。少一套。哇，梁条画的是他昨天发瞬间的那张图啊。我世界已经画出一个流派了，栏杆派、围墙派。快走，我们受不了手了，都太黑。它上面一个粉，快的右边。他这进来以后，小胡就完全没有交流，还真是。画得不错啊。啊，这个树影好难呀。哎，不行，我要跟你们炫耀一下我的画作，让你们看一下我进步了。看呀，小侯，这个是第一次的3号的，这个是9号的，看得出来有什么进步吗？又进步了，这次是更有那种3D 感，笔对不对？触啊，对。老陆，笔触厉害啊，确实有进步啊。是不是？啊，确实有进步，就画的不错，这个是什么？毒液？树叶啊，树。哦，我毒液啊。看这个有没有进步？看一下，这个是3号画，这个是今天画。这个明显是今天的吧？对啊，我看看，层次感多好多。对啊，这个好看，而且我把这个墙的这个质感也出来了。哇，天才！咱就往这放，让厨房成为我的画展。梁田真好，
多大方自在哈，特别大方。我觉得她是明显那个心智的成熟程度就是特别高，这女孩。就我拿他当做一个跟其他男孩一样普通的男孩在对待。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新画的画吧，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接触。我很想把他当做普通男孩来对待，但目前还做不到，因为这事儿才发生不到24小时。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必须要拿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来对待。你已经很棒了。我觉得他需要找一个能够去抱抱他的男生。对。你们都画了什么吗？那里，那2幅，一幅是之前3号的，一幅是9号的，看出有什么区别吗？我们看看永豪怎么夸。那个角度不一样。区别。区别。你先好好思考一下，应该如何说出这句话。夏夏来划重点。是画的风格不一样嘛？这个有不同的。算了吧，你不用夸我了，你别说话了。这天气不一样。2幅都是他画，那肯定都好看。你这夸呀，你就是夸也不会夸呀。哎，老苏啊，我感觉最近在小屋里吹空调吹多了，好像我脸特别干，总是起皮。哦，我倒还好，我一直在用这套，就是屈臣氏男士的洗面奶还有保湿乳，那这一套都有控油又保湿，特别好用的，你可以试一下。哎呀，不愧是我老师啊，又教我一个新知识。没有，而且他现在在微信的屈臣氏小程序下单，30分钟就可以送到，特别快。这么快，那太不错了，我赶紧去试一试，真的值得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来。你们打球今天跟老万对抗没？没有，还好，我直接加入他的组。我们4个人一组。哇，你没把人家撞飞吗？他球一到他手上，然后再拦下，他们就直接犯规，就直接被跑。我跟你说，我也会打篮球，我会3不沾。你就是需要加冰块了。这么冷吗？很棒。我还等着3步上篮呢，就最后出了个粘，对人脑子短路了，宕机了。还是懂行的，懂行，精准的打在了我的7寸上面。怎么样？你是打不出3不沾的吧？牛，对吧？非常牛。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体育课要抢的嘛，抢了篮球课，然后大冬天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儿卖啤酒啊，然后那个球扔上去了，说3步上篮，然后我就那上来之后变成一个3步沾，那球，哎，那直接下来了是吧？那球都没见过天空是啥样。白天我跟3个女生约会，晚上喝饮料，连着2天，人生完美了。他就想告诉我们前半句。他变了，他变了。这个男人，我们在球场上面跟男人肉体碰撞的时候，他在这边跟3个女生精神碰撞。哥，我来讨教一下，我该如何一次性约3个男生？没问题，你跟我们一块3不沾就可以。天啊！哪？快！哪？很快！我去，你干嘛？把它拿走。等我一下。拿点东西给你。苏老师，给力了，要给力了啊！等我一下。什么东西啊？拿着吧。没有压力的。没压力啊？真的没有。到这一边的关系里面是换着永豪一直跟他说，对，没有压力的啊。是一直在照顾他情绪的一个人。不要翻过来。不要翻过来。不要翻过来。哎呀，哎，最后再擦一把，不急。好，谢谢。
这单纯的想要送给你而已，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珍珠角度？真的，这个没有很贵，不用担心。珍珠？真的，我就说我不喜欢奢侈品了，所以我买的不是那个。哦。没有。这真的 OK？ 真的 OK。你确定？不然我送给谁呀？哎呀。哎呀。好，算，谢谢。没有。这个惊喜其实从我跟他那个音乐会那一天，我想去准备的。好吧。是没拆吗？因为他有跟我说，他妈妈有送他多肉植物，让他去养着。他有一次来从沈阳到长沙来，还特意给我背来了2个他养的那个小多肉，然后他说拿给你养很好养，然后呢他走了1个月之后就被我养死了。所以我就也买了一个魏景观，就是一个台仙的那种。我说这个台仙肯定能活，只要你喷点水就能活。自己做的啊，他做了一那个小苔藓的景观。哎，这个真好哎。因为我的确这2天我看到他有点不开心。你们要走啦？对，打球。打篮球。哦，那我们就不去了。好，拜拜。好啊。哎呀，要画成个风景了。啊？你画风景了，雷声小屋。我在画小屋。你看，先回来关心，他知道他很难受。今天他特别跟老胡坐在2个对角。他已经球一到他手上，然后再拦上，直接反过去，直接旁边出一个，然后打他。我是有点说，他们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觉到了，都看在眼里了。我觉得是个挺恰当的时机去把这个礼物送出去。我也只是希望他，找回他自己的好。就是喜欢他简单然后快乐的那一面，希望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天哪！有花真的挺好，就那一句。找回自己就好。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找回自己，简简单单、开开心心就好。他学的好像是的。刚才这一段里面，就是我们能看到小猴照顾窝窝，包括去医院呀、跑上跑下呀，到时候回家以后这种嘘寒问暖。真的，这点太戳我了。10年之后，如果他还是这样，就好。对，因为我觉得恋爱初期，尤其在这种追求的阶段，我觉得很正常。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一方生病了，你爱他，你就应该非常细心的照顾他。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是非常私人的感觉啊，就是纯跟大家分享，就是早期那个侯成杰老给我一种就是他答什么都答得特别准确，特别对。咱俩是不是一样想嘛？对，我当时就觉得说这太会了，这就是他好像有一套标准答案在那边，因为他表达的也很多嘛，他也会表达，所以就那个时候他对窝窝的追求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我也是，哦，他这个不真实了，有点儿。对，可能有时候会觉得，笨拙一点，或者是出一点小差错，我可能会觉得更真实一些。然后就是刚才那段的时候，就他俩因为窝窝一个生病，然后包括看他也没有什么妆发，大痘印子什么都露在外面，然后没有再去说太多，但是用行动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正我自己感觉刚才那段就是小猴在我这儿更鲜活一点。对。我其实喜欢你刚刚说的，就是前后的那种感知上的，就是侯成杰有2个细节，第一个是他洗手，喂他吃药，他会说我洗过手了，还有第2个细节。特别戳我的是，因为我就特别害怕生病。然后他刚刚回来，那个我问他说怎么样，我那个结果，侯成杰说了一句话，他说没问题，小事情，这是个很细腻的心理，所以他就心疼我，他不想说的特别严重来吓唬我。就那一刻，我觉得这个细节是戳到我了，我就会觉得，我会意识到啊，我真的好喜欢他。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之前表现的患得患失和让我们觉得他给别人很大压力的地方，其实也是他真实的一面。对，如果他真的是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的话，他其实不该有患得患失，他可能会就是 OK， 那我尊重你，那我们怎么样，我再去娓娓道来。他是真的喜欢，他才会患得患失，他才能够在镜头面前去表现自己，让大家感觉到很有压力的一面。就是太喜欢了。对，就我是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这个场景的变化，会激发出来很多的 A、B 面。你像我之前，我总会抱怨，我说我夫人对我太严格了，老给我报补习班，我会不开心。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他用同样的方式在对待我的这个病情，说要吃药了，你不吃药不行啊。同样的语气，同样的方式，跟他跟我报补习班的时候，其实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在不同的场景，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有好的一面。我是觉得，在我享用了虚姐在我生病期间那个场景对我的关爱，但我也要去接受虚姐在平时对我的严厉。对，我觉得窝窝也是不是说，你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你当接受了一个人这个 B 面的好，你要不要接受一个人 A 面有的时候过度细腻给你带来的压力？是，这个是一个选择。哦，特别漂亮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需要两个人慢慢去接纳对方的一个过程。哎，你这个说的真的挺好的。对。你们有像这样的经历吗？就是比如说自己特别虚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应该生活中都会有吧？妈呀！啊，我自己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当时正好是那个特殊时期，对，然后我当时做手术，人生中第一次全麻手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交通不方便，家里人也在合肥，然后我在北京，我就自己去的医院，然后自己进去，然后自己做的检查，然后自己做的全麻手术。你下次给我打电话。好的，姐。主要就是其实你内心还是希望说，如果那一刻有人过来可以照顾一下，是吧？我不知道，就是我的性格吧，我是属于那种什么都想自己尝试一下，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麻醉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一个朋友，或者那时候的确有点失落，但转头又一想，觉得自己好厉害啊！对，就是挺酷的，就是对自己体验了这个事情。好勇猛。糖糖有吗？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肯定有互相照顾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俩是应该目前为止经历过的一些比较狼狈的时刻，然后彼此都见到过。比方说像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最狼狈的时候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然后非常的痛苦，这个期间非常的狼狈，所有的这一切他都有看到以及陪伴，然后他也有一些很狼狈的时候，然后我会给他一直上药，然后陪着他。你们是彼此的一个支撑，对不对？对，所以我刚刚想讨论说，10年之后、20年之后，是不是还是会这样？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其实你发现窝窝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狼狈的一个状态，一个在病里面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个。那么美丽、那么光鲜一个状态去呈现在了小侯的面前，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真实的事儿，这个事儿让更真实的自己慢慢一点点暴露出来之后，其实你对我来说，或我对你来说才是特别的，因为我见过你别人见不到的，是的那一面，是的，是的。哎呀，来吧，小屋里面也是暗流涌动，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约会吧。好嘞。不是因为你的等待，苏总，这是看到希望了呀！小歌都哼了。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外卖。哎呦！哎，不冷，我还可以，没有特别冷。手里捧着我，感觉他今天好点了。感觉今天好点了，梁田感觉好点了。哎呦，我就是看梁田这种状态特别不舒服。没这么穷，没有昨天那么对。前2天的吧，我跟他看见他跟老婆有点奇怪。哎，观察的还挺细致的。别人都能看。是那封信的那一天，然后那个误会越来越深。咋了？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好好的，就才几天，
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别想了。我觉得老胡该讲的时候，他会，比如他会跟你说，或者怎么样，或者对吧？因为我自己不想那种趁虚而入的感觉。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我本来就只做我自己，但现在感觉那个视觉里面好像就……那你还会追吗？那肯定啊，你会追？对，我自己一直在做自己的事而已。哦，还是会追？对，就是如果还要约会，然后选择的话，还是会想。明白。多磊落哎。对，永豪真的挺好。我把鞋放一下。哦，好的。你这两天还好吧？啊？这两天还好吗？那不是很好。我知道。但是我会好还是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很多。我觉得我蛮厉害的。但是也不要太故作坚强，该有些情绪也是得有的。对，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有情绪，就是这么个事儿。能怎样？只是有些疑惑，就是这种疑惑是自己想不明白，然后但我觉得也问不清楚的东西。我明白。你应该懂吧？你不知道。还跟夏夏说，我说有一段关系，就是婚姻有悲剧，但是爱情没有悲剧。那比如说，你拿对生命的看法来说，如果想到生命，所有人的生命最后都只有一种结局，就是死亡。那提到死亡，有些人会悲伤，有些人会伤感，觉得是悲剧。可是如果你的就过程足够精彩，那你的这个死亡就不是悲剧。你换算成爱情也是。就比如说，秋天是春天的悲剧吗？如果说春天种的种子开的花在秋天没有结果，那你说秋天就是悲剧吗？也不一定，就是你不能因为秋天没有结出果实而否定春天开出来的那朵花。是的。所以爱情没有悲剧。如果说大家传说当中的什么 BE 之类的，我觉得那段关系也不叫 BE。那个结果只是秋天罢了。对，很通透。你瞧瞧这成熟度，哎。史铁生为地毯，那是秋天。谢谢。你们好了吗？吃饭，他们点了小馄饨。哇！蹭一口，我刚刚吃完了，你蹭一点，我吃不了多少。我最后想的一个结果是，你对这个人有产生过那些好的情绪，这些就是你最大的收获就可以了。对呀，就是这样子。就是相处的过程非常愉快。没错。没必要放大那个不开心的，因为也有开心过嘛。
那我啥时候出去？吃完了去。吃完了去。所以大概就我们4个。你们4个干嘛？打羽毛球啊。我俩。哦，你们俩。那你不是羽毛球吗？哎，你不是羽毛球啊？也是。骆老师好样的。哦，我来帮你兄弟。你们所有人是吗？不是啊，我昨天在那个场合下约的，应该在场的人可以去了。啊，那就来呀，来。说好。你明天想去干嘛？我们要不要提前约一个？对啊。我想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一点，然后出去了打个羽毛球啊，或者是搞个什么，一起啊，我觉得这样就很快乐。对。前一天晚上还有我呢，怎么突然没我了呢？哎呀，真的惨。这样的。哎，我不知道哎。我早上起来你跟我说，我以为就咱俩。哎，不好意思。真的惨。我刚才想着，这边也打羽毛球，那边打羽毛球，他们是一起打羽毛球吗？这样好像不像啊。我自己打。没事，要不就一起去吧。好 ，OK。你拿着你的书补位吧。那我们4个去。可以啊，走吧。谁开车？要开车啊？我开。我可是开过赛车的人哦。这么猛啊！这么猛啊！手动挡赛车。哇！走吧。哇！今天天气太好了吧！快，仅有的太阳晒一下。哈，光合作用，我又可以了，朋友们，一点点阳光就可以了。对，干翻这个世界，完美的一天。我你的目标呀，做到我的目标！哇！哎。那我们就走了，朋友们。我真的感觉要出去郊游了，好开心啊！这天气还这么好，有太阳。好舒服啊！但是为什么还有月亮在头上？天哪，这月亮出来也太早了吧！月亮，月亮到底是下去了还是没下去？别提月亮了。太阳都在你的车上了。对呀。月亮。顶上啊！现在每天白天都能看到月亮，好烦。好烦。我懂。You know 啊？No。沉重了，我们今天出来玩的。对啊，耶！耶！呢？到了！哇！这里，还挺冷的呢，咱就说。那我们先把东西放了，站起来就好了。还好穿了秋裤。哈哈，好吧。来运动还穿秋裤。打吧。打分，我们配来配。我们2个打你们2个。有点过分了吧？没有，开玩笑。过分了吧，老师？配。来。黑白配。好，来。哇！命运的安排。前边还是后边？我啊，没有。我不懂，我随便，我靠你了，我就是捡漏的。来吧。黑白配是因为我怕万一良田他会有一些尴尬，因为今天我喊他打羽毛球的时候，可能他还不知道永浩是要一起去的嘛，结果命运还是这样的安排了，那也没办法了，咱就是说。哎呀，都是好的人。夏真的有。羽毛球的话是多人的互动嘛，然后的运动确实会给人带来放松，然后我觉得他也需要运动。抢帽子没有赢回来，今天全赢回来。哎呦，我天，干啥呢？灵活。是我除了力量之外，就别的还好。哎呦，嘿。然后跟骆军帆一组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啊，他打羽毛球打得还挺好的。我有可以
夏夏有时候能发现骆俊帆美的眼睛，对，经常只有夏夏能发现。洛苏啊，洛苏！哎呦，完了，今天这人有他嘚瑟了。他俩现在互动倒挺自然的。就摊开说了之后就会好。对。差一点，这个灯不好，这个灯太……给我晃眼睛。对，这个灯不好。他好可爱呀！你来。啊，来老师，我来。可以，你来。其实跟聊天的话，反而我很习惯他会开口说：“哎，这个球我打，这个球你打。”所以跟他配合下来其实挺好的。他会把自己的那块打好，然后我就帮他去补其他的位置好。他在内心觉得愿意这种日子天天过的那种快乐。哎，有种打我这边，有种打我这边。哎呦！看着啊，现在打你这边，杀我老苏！哎呀，胆敢杀我！他好凶啊，太凶了。哎，乐俊豪一点面不给。哎呀！3比1，3比1。感恩。太坏了。你要不休息一会儿，我们俩玩一局。好，来，咱俩玩。来。我过去。啊。哎，好，商务球开始了。商务球。好，现在我们看到梁天，哎，发了一个侧边球，啊，很轻。好，海底捞打得比较低啊。好，这球有点挂筐了啊，可以看出我们这边下来的选手，他只会从下面捞。所以职业上线了吗？炒菜，一看就知道当厨师的料。确实。我谢谢你们。哎，杀比试，惜败。主要还是输在你的对袜上面，把你的对袜卸掉，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气氛是非常好的。等我先去把我的对袜换上。怎么不是我换下我的对袜没什么问题吗？内容。3天不打上房计划。他俩还挺。这莫名其妙的，给我整的难受死了，这两人，真的是洛哥也是靠自己一己之力把人弄得心跳澎湃的。所以直到今天，我感觉我可能跟夏夏是回到了朋友的这个起点上面。你是多少？4比3，你们，我是多少？不客气，还不让人回答就打了，你是多少？不用客气，不用跪，不客气。哎，我觉得跟大家出去是可以调节自己的，尤其是今天做运动。会。可以。就很快乐，我突然间觉得我就好很多了。喂，4比8。哎，打商务球还得打我是吧？小朋友，你怎么了？是被谁的幽默撞到了吗？创辉了！不是我劝你们啊，有些男人今天给你煮咖啡，明天可能就往里放毒药。好大的太阳啊！哎呀，我感觉好几天没出门了，还是很舒服的。是啊，大家今天不是都我在小屋里面，我跟妍妍正好就是去公园里走一走，然后拍照。哎，这个车应该也蛮有意思，可以吗？可以骑的啊，来吧。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吧。来，脏不脏？觉得很脏是吧？我带好像还行吧。擦一擦。哇哦，你还有纸巾。真的非常细心哦。往那边开吧，啊，那边好好看啊！我要拍个照。我给你拍。好啊。哇，好看吗？好看。太低了吧，我喜欢高一点的。太高了。AI 系统繁忙。赶紧报班吧，张哥。你就正常拿着就好了，就正常拿着这样。
我想拍一个全身的。哦，不要全身吧，拍全身可能会显矮。嗯，好会啊。2.4倍。你试一下，2倍。嗯。哎，还可以呀。对啊。哇，好好看。是不是？哦，好看的嘞。我再试一下这边回来。可以。不要这种动作吧。哎呀，这种动作可能你不会学。走吧，那我们去骑车吧，小心哦。我来喽！哇，好冷啊！我今天给你做个西餐好不好？那就给咱们2个准备饭了。我的老 crush， 我就特别小心翼翼，其实挺压抑的。我给自己做的心理建设是，这个就是必经之路。这2天刚好看到他心情没有很好，而且是我觉得跟他关系好一点点的嘛，所以就想要用这首歌去说一下。他也的确有走到我心里边。让我措手不及。什么东西？2天1夜，大家都有机会，但是跟谁去，谁邀约？谁？啊？节目播出之后有没有什么趣事啊？半熟似什么左手天花板，右手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救命啊，何老师！我在看到小红书这些信件，我好感动。我真的很累了。你聊到这种地步了？我的上帝视角。这个太幸福了，哥有一点。是为了你啊，哥。我觉得表情管理还得提升，不行。我可以那个2只眉毛这样动，这样动那啥一样。你是一点儿不怕异地恋的？我有点怕，但是我越怕什么来什么呀。韩国4段有4段都是异地恋。在你现在如果自己在家的话，可以养小猫什么。我觉得一个人真的不太适合养小动物，就是你怎么样，你家里得有个候补队员在。
候补队员申请出场。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爱情观点。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TV版及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搜索半数4参与早鸟活动，会员限时特惠更享抢先测弹。搜索半数4会员限时特惠 SYP 更各项高甜花絮等。腾讯视频 Job 卡年轻人的专属会员，随心看去现场抢先测现装办，超多权益惊喜不断，邀你一起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Y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Y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费权。内容上新新闻新闻客户端搜半熟恋人，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看更多精彩短视频。百度搜索半熟恋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上搜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感谢年轻人都在玩的搜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腾讯新闻、腾讯娱乐、新浪新闻、百度 APP、网易新闻、滴滴成传媒。SYP 每周一、周二中午12点更新 ，VIP 周二、周三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三更新 SYP 专属礼包高甜内容提前看，周四、周五更新真人秀加更和陪看，更有惊喜活动福利不定时放送，精彩不断，课堂不停。